8月15号的双边和平峰会，普京将会迎来泽连斯基惊喜，三方会谈成为可能性。印度空军时隔3个月辟谣，确认武器空战中击落6架 F-16，大赢特赢，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接着往下看。本周五，也就是8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飞抵美国阿拉斯加，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一场被寄予厚望的特普会。这场会晤被视为结束核武战争的最后机会。然而，随着会晤日期的临近，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外交大戏正在幕后上演。据美国国会山日报、路透社以及 NBC 等多家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考虑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不速之客的身份悄然抵达阿拉斯加，最终突然出现在特朗普与普京的会议上。这不仅是对特普会性质的彻底颠覆，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鸿门宴。特朗普一直坚称他与普京的会晤是双边性质，甚至公开表示普京无需同意与泽连斯基会面即可与他会晤。这番言论旨在为美俄两国在没有乌克兰充分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达成一项交易式和平铺路，其核心设想是通过牺牲乌克兰部分领土利益换取俄罗斯的停火承诺，从而为特朗普赢得一项历史性外交成就。然而白宫内部显然存在不同声音，邀请泽连斯基前往阿拉斯加正是对这一单边交易企图的直接反制。这一计划一旦实施，其政治效果将极为震撼。想象一下，当特朗普与普京在谈判桌上推杯换盏讨论如何交换领土时，泽连斯基突然现身，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任何秘密协议最有力的否定。这与当年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桥段何其相似。鸿门宴凶多吉少，特朗普与普京的双边会谈是剑，而泽连斯基的突然出现就是那把直指交易心脏的刀。对于普京而言，这一潜在局面将使其陷入巨大的两难境地。如果他接受泽连斯基的出现，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乌克兰在谈判中的平等地位，这将彻底打破美俄主导乌克兰接受的交易模式。更重要的是，这将使俄罗斯此前关于乌克兰政权是纳粹不具合法性的宣传不攻自破。如果他拒绝，或者在泽连斯基出现时选择离席，那将是一场巨大的外交灾难。无论哪种选择，都将使他精心策划的特普会失去其和平缔造者的光环，沦为一场闹剧。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充满了精心的算计。首先，他向欧洲盟友和乌克兰传递了一个信号：美国不会单独出卖盟友利益，这有助于维系西方联盟的团结。其次，他将迫使普京在全世界面前直面乌克兰的主权要求，从而增加其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的难度。然而，这一计划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它可能彻底激怒普京，导致特普会流产，甚至引发更激烈的对抗。此外，它也可能让泽连斯基陷入危险境地，毕竟他将身处一个由美国安排但主人是俄罗斯总统的场合。当然，这项鸿门宴设计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为了避免尴尬，普京或许会提前宣布不去美国了。而为了降低和弥补这项策划泄密的影响，目前的最新消息是，白宫官员称特朗普对在阿拉斯加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三方峰会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将按普京的要求先行安排美俄双边会晤。特普会从一场备受期待的和平峰会演变为一场充满火药味的鸿门宴，这本身就揭示了当前和平进程的脆弱性。真正的和平不应是大国在幕后交易中强加给小国的产物，而应是基于主权平等和国际法的公正解决方案。邀请泽连斯基强行现身或许是一种高风险的外交手段，但它至少表明美国国内仍有一股力量在试图阻止一场雅尔塔式的交易。这场鸿门宴最终是否会摆下尚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博弈都将深刻影响俄乌战争的最终结局。3个月后，印度空军终于清算战果，击落6架 F-16。在3个月前的印巴冲突中，气势汹汹的印度空军被巴基斯坦空军剃了光头，在接触线炮战中也被巴方的卡车炮起脸输出。只有借着停战前的机会，印军故意扩大交战地域，向巴国中南部的空军基地发射了大量的巡航弹，并击中了一些建筑，这才多少挽回了些面子。但本次冲突的核心是空中交战。巴基斯坦空军在交战结束后便公布了战果，称击落了印度空军3架阵风战机、1架米格29、1架苏30，后来又增补1架幻影2000，所以总的战果宣称为6架。由于双方战机均为跨境作战，故而被击落的印军战机残骸均坠落到了其国土控制区内。通过印度人拍摄的残骸坠落现场来看，目前已知有4处坠机点，分别对应阵风战机、米格29、苏30幻影2000。其中阵风的残骸点在巴提纳空军基地东北15公里处，米格29的残骸点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拉姆奔。
苏30的残骸点在印控克什米尔的阿赫努尔，幻影2000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潘普尔。至于巴方宣称的另外2架阵风战机战果，目前则未有相应的残骸信息流出，但能够证实的4架战机分别代表印度空军目前的4种主力机型。除此之外，就只剩下 LCA 光辉战机了。故而此次空战对印度空军的震慑极大，吃亏后便立即脱离空战基础，转而以 S-400防空导弹来接替制空。战机机对后续的巡航导弹攻击也是尽量保持后置发射，以避免再遭空中杀伤。所以空战结束后，巴基斯坦举国欢腾，在对外宣传中把印度全方位的损了个遍。印度方面吃了亏也死不认输，甚至搞出了胜利宣讲团的奇葩操作。至于己方到底被击落了多少战机，而自己又击落了对方几架战机，则始终含糊其辞。关于印度空军的正式表态，最早是5月11号放出来的。其空军官员巴蒂在当晚的发布会上表示，确认印度击落了几架巴基斯坦飞机，但拒绝贸然猜测具体数字。他还称，因为巴方飞机没能进入印度领空，所以印度没有发现巴基斯坦飞机残骸。至于印军方面的折损，巴蒂则称印度空军已完成其作战目的，所有飞行员均已归来。很明显，巴蒂语焉不详的表态是在回避印度空军战机的折损，而又给不出巴方飞机损失的客观证据。毕竟两国军机虽然没有进入对方领空作战，但在己方空域被击落的话，依照印巴两国民众爱看热闹的习惯，战机残骸也是很难保密的。所以根据印度人拍到的残骸信息，就可以确认至少损失了4架战机，而类似的残骸在巴国却并未发现。5月31号，印度国防参谋长阿尼尔·乔汉在出席海外活动时否认了巴方宣称的6架战果，但仍然拒绝透露自身损失。不过阿尼尔·乔汉强调，战机为什么会被击落，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而数字并不重要。这番说法被认为是印度官方承认自己有战机被击落的最直接表态。而在此前的印巴舆论交锋中，印度方面为了佐证胜利，流出了大量的信息战说法，除了空中击落战果外，还加上了地面击毁战果，打掉了巴空军飞机也增加到了10几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信息战物料多为印度媒体所释放，并不代表印度空军的官方说法。不过印度媒体的信息战主要是对巴军的 F-16开炮，称空战干掉4架 F-16，地面又干掉4架 F-16，所以搞得美国人非常不满。到了7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印巴冲突中损失5架战机，印度方面对此反应更大，认为是针对自己，反对党借机攻击莫迪政府。而随后没几天，特朗普开始对印度重拳出击，在石油关税问题上对莫迪发难，也引发了印度国内的普遍不满。在这个档口上，印度空军终于做出了正式表态。其空军参谋长阿马尔·普里特辛格在一场活动中表示，印度空军给巴基斯坦造成了巨大损失，总计击落了6架飞机，其中包括5架战斗机，并击落了1架可能是电子战机或预警机的大机型。辛格专门强调，这些巴方飞机是被 S-400导弹击落的，击落大型机的打击距离达300公里，这是有史以来最远的地对空战果。故而 S-400防空导弹成为了改变游戏规则的利器，这就挺有意思了。巴空军宣称的战果是6架，那印度空军宣称的战果也是6架，但他这6架里包括1架大机型，战报上也要压一头，同时也回击了特朗普所称的5架。尤其是美国本次对印发难的由头是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结果印度空军还偏偏强调俄制 S-400防空导弹如何优秀。更有意思的是，印度空军编完了对空战果还不算完，其又称在对巴军沙赫巴茨空军基地的打击中损毁了一个机库，机库内有1架预警机和几架正在维护的 F-16战斗机，并确信其中部分战机已经受损。到最后了，还得再损一把美国的 F-16。由此可见，印度空军的官方表态其实是跟当前的美印关系紧张相关的，是政治性的回击，也是回应。只不过印度空军参谋长的空中战果没有任何残骸信息可以佐证，但至少说明印度空军的战斗机是没有击落任何目标的，因为他把击落战果都算到了 S-400头上，尽管这也没有实际证据。所以印度空军在整整3个月后才终于清算了战果，并对外宣称这实际上主要是回击美国近期的对印施压。至于印度空军自身的折损，其依旧不愿意正面表态，就看美国人那边是什么反应了。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